大家好。加拿大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，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老龄化主要是两个人口因素导致，一是寿命延长，二是生育下降。老人延年益寿导致了人口平均年龄增高，少生孩子呢，又导致年轻人数量降低。现在加拿大婴儿潮一代已经成为加拿大老年人的主力军。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定义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加拿大的婴儿潮一代指的是1946年至1965年出生的人，他们现在的年纪呢，大多在50多岁到60多岁之间。即使是1965年出生，算起来今年已经55岁了。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加拿大的婴儿潮一代对经济和房产市场的影响。根据加拿大统计局2011年的人口普查，婴儿潮一代有960万人，大约30%的加拿大人是婴儿潮一代。目前加拿大平均中位数年龄为40岁。统计局的数字显示，现在加拿大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14岁以下的儿童人口。以前金字塔式年龄分布状况，如今已经变成了圆柱形分布，而圆柱的顶端呢，已经变得越来越重，意味着加拿大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峻。现在的婴儿潮一代开始迈进古稀之年，他们中很多人已经退出了劳动大军。过去10年来，加拿大劳动人口参与率相对稳定，但是随着婴儿潮一代退出就业市场，劳动人口参与率呢就变得越来越低。劳动人口参与率呢，往往影响着经济周期。经济萧条的时候，劳动人口参与率就低。未来10年呢，加拿大婴儿潮一代960万人将全部步入退休生活，加拿大经济将发生巨大的转变。在加拿大皇家银行公布的报告中，婴儿潮一代的老龄化被视为未来10年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。婴儿潮一代普遍认为，房地产的投资表现远好于其他股票、债券等投资，尤其是多伦多、温哥华、蒙特利尔和卡尔加里的婴儿潮一代，他们在房产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。多伦多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，在2006年至2016年的10年间，老年人拥有房产的比例从原本的 20.5% 上涨到 25%， 也就是多伦多每4套房产中就有1套属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。婴儿潮一代不仅购置了房屋，而且呢还会帮助他们的孩子支付买房的首付款。购买超过80万加元房产的年轻买家，大部分都曾经得到父母的资助。婴儿潮一代帮助子女买房，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房贷已经还完，或者是有一些积蓄，还有的呢是用自己的房子再贷款来帮助子女购置房产。相比之下，那些更年轻的买家得到父母资助的比较少，所以呢，现在房地产价格的高涨对这些年轻一代打击最大。在加拿大高端房地产市场，婴儿潮一代人也有着强大的影响力，因为持有高端房地产的人大多都是年收入30万到50万加元的人，所以在温哥华和多伦多这样昂贵的房地产市场，仍有不少人负担得起豪宅。多伦多和温哥华典型的豪宅价格在200万加元以上，蒙特利尔典型的豪宅价格在150万加元以上，卡尔加里典型的豪宅价格在100万加元以上。苏富比地产的报告显示，在婴儿潮一代人看来，豪宅一般指的是一套3000平方英尺的豪华公寓，或者是地处良好社区的一栋独立屋。这些豪宅往往是在传统的富人区，周围的邻居和自己也比较相似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由于政府补贴的老年公寓是加拿大一项非常重要的福利政策，这种老年公寓的房租、水电费呢都有政府的补贴。一般年满59岁的老人都有资格申请这种政府补贴的老年公寓。因此，未来10年，婴儿潮一代将会出售自己的住房，搬到生活更方便的老年公寓。依据规定，婴儿潮一代如果要搬进有政府补助的老年公寓，
他们必须在6个月内出售自己的房产。加拿大皇家银行预计，未来10年，婴儿潮一代拥有的至少50万套住宅会进入房产市场。这些住宅呢，通常靠近城市中心，都是年轻买家期待已久的优质房源。所以没买房的年轻朋友也不必焦虑，社会的财富包括房产终究要在一代又一代人手中传承下去。眼前看来，相比买房，努力提高自己的赚钱能力和社会竞争力才是更重要的问题，而优质房源将源源不断地涌入房产市场。以上就是今天我想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、经济、房产资讯，欢迎订阅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